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双方似乎都进入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他们面对乌克兰丝毫不怵。有消息称，俄罗斯方面已经在相关地区部署了一些作战单位。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做出了更加令乌克兰感到畏惧的举动。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方面准备把沿克里米亚海岸水域的延伸区域、克里米亚西端附近的一小片海域以及奥布克斯基自然保护区一带进行封闭。据了解，封闭时间为4月24日21点至12月21日21点。该媒体指出，虽然说俄罗斯将这些海域进行了封闭管理，却并不会妨碍克赤海峡的航运通道。但是在俄罗斯封闭这些海域的这段时间里，外国军舰和其他国家船舶在黑海3个地区通过俄罗斯联邦领海的和平航行权将会被临时暂停。由此可见，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开始动真格的了。那么俄罗斯这种做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见解。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称，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稍微带有瓮中捉鳖的意思。他们之所以封闭这些海域，很可能是防止他们与乌克兰交火的时候，有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一些军舰前来支援。这样的话，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就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碾压乌克兰，使乌克兰进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地步。由此可见，俄罗斯的这一举动很有可能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俄罗斯的真实意图是这样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一做法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显然，乌克兰方面很有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为此情急之下，他们准备向美国进行求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乌克兰方面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们请求美国方面能够扩大派遣军事教官培训乌克兰士兵的项目。此前，美国国防部长也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以及派遣一些军事教官。由此可见，乌克兰的这一祈求很有可能会获得美国的同意。所以说，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乌克兰很有可能会与美国同盟了。不得不说，乌克兰的这一做法确实非常危险。他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很有可能会直接演变成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如果事态真的发展成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将会变得非常严重。毕竟美国和俄罗斯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所以说还是奉劝乌克兰能够三思而后行，否则最后受到巨大损失的只会是他们自己。最近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日本的动向了。在决定将核废水排入大海后，日本首相菅义伟终于前往美国入朝述职，以及商谈对抗中国的大事。而且这次入朝述职后，联合声明中罕见的在时隔52年后的今天再次添上了台海。4月16日，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并且拜登还在联合记者会上明确地表示，双方将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未来。而在随后的声明中更是明确地表示，双方一致确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双方自从1969年佐藤荣和尼克松会谈以后，时隔52年，双方再次将台海写入美日联合声明中。而且最近菅义伟也在多次和美国进行交流会谈中发出一些中国不友好的言论，甚至一度还表示会用威慑力量让中国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可以说对中国的敌意已经是赤裸裸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早前日本在中国问题上从来不曾多发表言论。一来，日本的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二来，日本军事实力确实比不上中国，特别是一旦中国真的和美国闹起来，日本为美国提供的后勤基地就会成为中国的首要打击目标。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在中美之间一直浑水摸鱼，大事上却很少发表意见或者什么的。但是这回日本却对中国问题表现得十分积极，甚至这次入朝述职成功后，双方的声明中也透露这一点。美日插手台海局势已成定局的架势。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为什么最近突然开始上蹿下跳？在日本跳起来后，中国多次对其进行警告，但是日本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和美国狼狈为奸。而这背后大概背景相信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但是近些年在外交部的努力下，其实已经和日本达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如今日本却反手一刀。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日本干涉中国问题正是因为日本军队一旦中国同意完成，那么日本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日本对此是很焦虑的。对此外交部有言在先，美日发展双边关系中国没意见，但是不得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为此中国必将视其情况做必要反应，也就是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捍卫自己权益。不过说到底，美日联盟还真不一定稳固。
一旦有人从中挑拨，说不定到时候就要各自为政了。就像菅义伟刚到进行会谈，结果拜登中午就给菅义伟吃了一个汉堡，结果菅义伟却在会谈后直接表示，午餐自己是一口都没动。这话是相当有意思了，不仅说是第一顿午餐只有一个汉堡来欢迎已故领导人，而且美国前脚宣布赞同日本核废水排海，后脚就直接禁止进口日本食品，所以菅义伟未必没有想要给美国出个丑的意思。所以美日联盟还真是不太牢固，如果现在维系的利益有矛盾，那么率先开闹的必然就是这两个人了。近段时间，美国海军在我国周边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也越来越频繁。不仅如此，最为过分的是，他们还联系几个西方国家，一同来挑衅我国。众所周知，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收的忠实小弟，所以日本也与美国一起做着一些危险举动。近日，日本、美国和法国结合到了一起。据媒体报道，在本月15日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他们将会在5月左右与法国陆军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进行一次联合训练。据了解，这次将会是日本、美国和法国陆上部队第一次在日本国内进行的正式训练。该媒体指出，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将会派他们的水陆机动团来参加这次日本、美国和法国共同进行的联合训练。这次演习的地点为跨越宫崎县、海老野市和鹿儿岛县涌水町的雾岛演习场。根据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表述，我们可以得知，日本、法国和美国参与训练的训练场设施长约270米，宽约180米。该训练场中还存在一些模拟的银行、电视台等建筑。由此可见，日本、美国和法国这次的共同演习将会针对城市之间的作战。不得不说，这3个国家的这次演习将会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此，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高层表示，他们这次训练有助于维护印度太平洋的和平稳定。由此可见，日本、美国以及法国这次共同军演就是针对印太地区的局势。这段时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一直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印太地区。不仅如此，他们还美其名曰地说道，是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明眼人都知道，印太地区动荡实际上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造成的。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日本、美国以及法国的这次演习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针对我国。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有些居心叵测。那么，如果说美国、日本和法国真的一同对我国实施军事打击的话，我们能招架得住吗？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看法。虽然说美国、法国和日本3个国家的共同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如果这3个国家对我国发动军事打击的话，以我国的实力还是能够击退他们的。毕竟美国才是这股力量的主力。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我们只要集中火力消灭美国海军就可以了。美国海军被我们击溃的话，那么日本和法国这2个国家很可能就不战自退了。不得不说，虽然我国有实力对抗这3个国家，但是这3个国家的想法的确是不可取的。他们在日本国内举行的联合训练，不仅不能有利于印太地区的发展，反而会让印太地区变得更加动荡。所以说，还是奉劝他们小心行事。在谈论当今世界局势时，人们往往只关注美国执行的对华强硬政策，却很少思考这样的政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日前，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将美国这样的做法称之为一个战略错误，并向美国发出警告：如果继续下去，美国将走向灾难。而关于为何最终是走向灾难，我们不妨来看看最新的有关中美的几则报道。有关美国的报道是这样的：美国空军刚刚发生了一次罕见的事故，一架 B-1B 轰炸机在部署到挪威期间炸毁了发动机。还有这样的，美国最新加油机又出问题，爬升或下降时，厕所废水流到机舱。而有关中国的报道是这样的：东部战区开展反舰导弹实射训练，2架直9D携带鹰击9反舰导弹出击。此次演练很好地展示出了东部战区各部队间良好的协同作战能力。歼15当着美军面训练，平稳地降落在了辽宁舰上。当然，也会有人质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认为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么就不得不提及同一时间外媒的相关报道。我们知道，中国军工的迅速发展，不仅为解放军带来了很多性能优异的装备，还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大量出口。因此，国外军演中出现中国制造的武器也就不足为奇，而这些武器在国外军演中的表现，则更能说明中国军工实力到底如何。近日，印尼海军进行 C705 反歼弹实弹打靶，一击就击中目标油轮，命中场面十分壮观。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外，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令人瞩目。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总体衰退的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却一枝独秀 ，GDP 同比增长18.3%，这是自1992年中国实施季度 GDP 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这足够证明中国经济的真实实力。可见，仅仅是截取最新的一小段报道，中美之间的差距就已经如此明显。而对于这些变化，美国甚至于世界都似乎选择性的无视了。人们似乎还停留在那个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里，这是非常致命的。正如同新加坡学者所说的那样，美国错估了自己，错估了世界，更错估了中国。而如果美国再坚持这样的错误认知，美国灾难就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已经足够强大。